我们从小就知道，人生在世几十年，最终都会化为一抔黄土，一缕青烟。许多人都会沉浸在亲人离世的痛苦当中，久久不能走出来。但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不过，虽说每个人怀念亲人的方式并不相同，但你听说过用骨灰做菜然后吃下去的奇葩方式吗？看来今天又要让大家大为震撼了。没想到吧，这是发生在去年的事情，并非源自古老的年代。在9月23日这一天，这位名叫伊娃·玛格丽塔的表演艺术家进行了长达12个小时的直播，主题名为盐、脂肪、灰烬、热量。他一共在镜头前面烹饪了3道菜，展示了从备菜到用餐的全部过程。当然，里面都用到了自己亲生父亲的骨灰。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，光听到骨灰2字已经觉得足够恐怖了。但是在看完他的视频之后，许多人都觉得很治愈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看看直播片段。从视频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伊娃在窗边摆放着白色的蜡烛、小罐子、勺子、盐钵和杵等物品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3个小罐子里面放的应该就是骨灰了。在完成许多备菜工作之后，到了取骨灰的步骤，伊娃的情绪不太好，说话也在哽咽，期间还擦了好几次眼泪。他仔细地从小罐子里面挑出骨头碎片放入碗中，选完后他向镜头展示了一下，又重新把小罐子擦干净盖好，最后他留下了深深的一吻，才放回到蜡烛前。接下来就是研磨时间，伊娃用盐钵和杵用力碾碎了好久才算完成。没想到吧，骨灰还能这样用。伊娃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差异，自己这么做是在纪念父亲死去的灵魂。他在给食物加盐的时候还提到，自己对于烹饪最初的记忆就是盐，是父亲教他如何将适量的盐先倒在他的手心里面，然后用右手小心的捏盐，再撒进锅中。虽然这是看似无意义的活动，但他却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父亲的存在。在直播当中，伊娃准备了3样食物：危地马拉玉米粉蒸肉、古巴汉堡和豌豆米饭。骨灰则存在于酱汁和面团当中。直播到了尾声，伊娃拿起盛放父亲骨灰的小罐子和蜡烛放在餐桌上面。与此同时，桌子上还准备好了3种菜、1瓶酒以及父亲的照片。最后，伊娃开始进行家庭聚餐，这个丧葬仪式也算是全部完成了。在伊娃看来，每一道菜都代表着自己的父亲，也代表着另外一种重塑身体和肉体的方式。伊娃希望吃下这些后，能够赶走内心的悲痛和阴霾，同时也希望能够重新创造父亲的灵魂。但很多网友说，到了最后还是会被排泄掉。他表示自己并不介意，因为至少有在他体内处理过。伊娃来自洛杉矶中南部，是一位非洲裔拉丁裔表演艺术家和学者。他的表演作品几乎都是探索魔法、宗教仪式的主题。上述长达12小时的直播，更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处理自己失去父亲的悲痛。原来伊娃的父亲是去年6月份的时候因肺癌去世的，尸体被火化，最终得到了一个大骨灰盒，加上3个小骨灰罐。父亲去世之后，伊娃一直很难过，久久不能走出来。他经常会怀念父亲在世的日子，父亲留给自己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一起下厨房。他们平时会经常一起做一个名叫危地马拉玉米粉蒸肉的菜，所以伊娃决定用父亲的骨灰做一次，进行最后的丧葬仪式。他认为只要把父亲的骨灰加入食物当中，这也算是一种重塑身体和灵魂的方式了。那大家肯定都会觉得匪夷所思，纪念亲人的方式有许多种，为什么偏偏要对骨灰下手呢？但毕竟世界这么大，不同国家总会有不同的习俗。在大多数文化当中，骨灰是被存放在专门的纪念馆中，也可以埋在地下、山上或者撒在海里。但其实，当尸体被火化之后，人体的有机物质已经全部被燃烧殆尽，剩下的成分就是无机质。所以骨灰的主要成分是磷酸钙以及一些碳盐酸。当然了，如果非要说吃了会怎么样，那我们参考伊娃，它并没有什么大碍。但是虽说吃骨灰对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，但是心理上这一关恐怕不好过。所以有些事情好奇心别太强，咱还是不碰为好。当然了，在吃骨灰这一案例当中，伊娃并非个例。在2017年的圣诞节前夕，41岁的黛布拉·帕森斯计划要在圣诞晚餐当中用母亲的骨灰调味。他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因为从5月份母亲去世开始，黛布拉每天都和骨灰形影不离。一开始骨灰是被装在一个盒子里面，黛布拉随身携带着，好像母亲一直在身边一样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黛布拉鬼使神差地打开了骨灰盒，他还舔了舔手指放在骨灰当中。等他反应过来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，他已经尝到了骨灰沙沙咸咸的味道。很快他心理上也接受了，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舒服和亲密感。因此后来的每一天，黛布拉都会吃一点点母亲的骨灰。随着圣诞节的临近，吃骨灰的愿望越来越强烈，因为这是第一个没有母亲陪伴的圣诞节。
黛布拉想让母亲参与到家庭聚餐当中，她不想只是尝手指上的一点点，而是想给母亲安排一个位置，放一张她的照片，然后把母亲的骨灰撒在食物上面，这样他们一家人就可以一起欢度这个圣诞节了。虽然对于大部分看客来说，这种纪念行为简直是匪夷所思，可能还会引人不适，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，无疑只是当做了一种精神慰藉。因为有时候吃骨灰只是作为一种仪式，并不总是出于恶意的目的。我们常常听说在原始部落当中吃人肉的故事，除去为了生存的原因之外，有的部落是出于尊重死者才吃下他们的肉体，他们认为通过这种仪式可以吸收亲人的智慧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，福尔部落世代相传食人葬礼，部落成员必须遵循一些协议，比如女人必须吃掉哥哥的大脑或者他姐夫的手，孩子们和老人吃别的身体部位。而一些非洲原住民部落虽然不吃肉，但是他们会从亲人那里摄取小骨头和骨灰，以此来哀悼他们的逝去。来自亚马逊的瓦里部落，他们认为祖先的身体会转化为灵魂，最终成为一种动物，为子孙后代提供食物。通过食用亲人的肉，他们改变了周围的环境，摆脱了痛苦的回忆，这就是他们独特的处理悲伤的方式。无独有偶，在巴西和委内瑞拉的亚诺马莫部落，他们对待死去亲属的尸体也有一种鲜为人知的丧葬习俗，那就是将死去的亲属的骨灰与前车草汤混合后全部喝掉。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当中，我们看到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丧葬文化，不管是吃人肉还是吃骨灰，也都是源于对亲人离世的强烈不舍之情。虽然这些可能是我们听说过最奇怪的悼念形式了，但归根到底，它也足以证明了亲人有着无法言表的奇妙关系。提到生老病死，就不免要叹气，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规律了，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，也必须要学会坦然面对的事情。现在可能有一部分小伙伴正在经历这份痛苦，那请好好接纳离别吧，慢慢来，这是我们能够尽快走出痛苦的第一步。如果一味地沉浸在自己制造的幻象中，这恐怕也是逝者不愿意看到的画面。最重要的是学会坚强，虽说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，但是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只要你记住它，它就永远不会消失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小伙伴们有什么特别的悼念方式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正人的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